如果有一天太阳发脾气，掀起超级风暴，它释放出的能量足以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电力和通信系统，让现代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听起来像小说情节，却又有科学依据在支撑。不少人担心，在太阳活动逐渐步入高峰的2025年，我们是否可能经历这样一场全球性的大停电？常言道，太阳是温暖而慷慨的，它的光芒哺育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但别忘了，这位和煦的太阳公公偶尔也会发脾气。所谓太阳风暴，其实就是太阳在发脾气时造成的剧烈太空天气事件。简单来说，太阳风暴包括了太阳表面的剧烈爆发活动，如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它们相当于太阳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猛地喷出大量能量和高能带电粒子，掀起一股高速奔向太空的等离子体风暴。那么太阳为何会打喷嚏呢？原因要从太阳自身的结构说起。太阳并不是一团安静燃烧的火球，相反，它内部翻腾的等离子体和磁场如同沸腾的开水，不断涌动。太阳表面有时会出现黑子，那是局部磁场异常活跃、温度较低的区域。黑子附近的磁力线经常纠缠扭曲，积蓄巨大的能量。当磁场能量到达极限，突然释放时，就会产生太阳耀斑。这就像把橡皮筋越拉越紧，最终啪的一声断裂，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耀斑爆发往往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内完成，释放出相当于数十亿颗核弹同时引爆的能量。耀斑会发射出强烈的 X 射线和紫外线，以及高速运动的高能粒子流。这些来自太阳的激烈喷发便是太阳风暴的开端。更具破坏力的是太阳耀斑，常常伴随日冕物质抛射，英文简称 CME。 日冕物质抛射好比太阳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球，包含着高温等离子体的磁化气团。在一次剧烈的 CME 中，太阳可以向太空抛射出多达数十亿吨的物质，速度高达每秒几百至上千公里，威力惊人。如果把太阳耀斑比作太阳打的喷嚏，那么 CME 就是喷嚏里呼啸而出的飞沫和气浪。太阳风暴通常指的正是这种伴随耀斑的日冕物质抛射事件。当这团高速喷发的带电等离子体云奔袭数千万公里抵达地球时，一场太阳风暴对地球的冲击就正式上演了。值得注意的是，太阳风暴的频率和强度并非一成不变。太阳有自己的活动周期，大约每11年为一轮。在太阳活动高峰期，也称太阳极大期，像太阳耀斑和 CME 这样的爆发会变得频繁而猛烈。而在活动低谷期，太阳表面相对平静，黑子寥寥，大喷嚏也少打几个。换句话说，太阳的脾气是周期性发作的。目前我们正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的上升阶段，太阳逐渐迈向活跃的顶峰。这就像夏天雷雨季节即将来临之际，天空中的乌云和闪电开始多起来一样，太阳也在积攒着情绪，准备时不时来一场大爆发。太阳风暴一路朝地球疾驰而来，我们是否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幸好大自然早已为地球配备了2把保护伞，一把是地球磁场，另一把是大气层。平日里，地球磁场像一个无形的立场泡泡，将大部分带电粒子挡在地球之外，大气层则为地表生命遮挡了有害的高能辐射。但当一场强大的太阳风暴直接命中地球时，即便有这2层屏障，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带来的猛烈冲击。整个地球空间环境会经历一场磁场风云突变般的剧烈变化。首先遭殃的是地球磁场。当高速飞驰的日冕物质抛射云团抵达地球附近，它强大的磁场和冲击波会扰乱地球原本平静有序的磁场结构，引发地磁暴。可以想象，地球磁场原本像一个均匀流动的磁力瀑布，而太阳风暴的到来就好比猛然在瀑布中丢下一块巨石，激起波涛汹涌。地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开始快速剧烈的波动，平时牢牢锁定在2极附近的磁力线被撕扯得东倒西歪。地球周围的磁层、磁力线形成的空间区域一时间风雨大作，原本稳定的磁气圈掀起了飓风。正因为磁场发生巨变，原本仅能在极地高纬度地区看到的绚丽极光也会被吹向更低的纬度。漫天飞舞的带电粒子沿着紊乱的磁力线俯冲大气，
让夜空出现大面积的红色和绿色帷幕般的光芒。历史记载中最强的风暴期间，南北极光甚至一度照亮了低纬度的天空，让生活在温带的居民都惊奇地目睹这平日罕见的景象。极光在天空舞动，看似美不胜收，实则是地球磁场受到剧烈冲击的警示信号。磁场的巨变不仅带来绚丽极光，更伴随着危险。当磁力线疯狂摇摆时，在地表的长距离导体中，如电力线缆、油气管道等，会感应出异常的电流。这种地磁感应电流相当于太阳风暴在给我们的电网偷输电，导致电力系统超负荷运转，甚至设备烧毁。稍后我们将看到人类电力史上的一些大停电事故，就和这种猛烈的感应电流直接相关。与此同时，高层电离层和大气层也在经受考验。太阳耀斑释放的 X 射线和极端紫外线在几分钟内抵达地球，猛然增强电离层的电离程度，扰乱无线电信号的传播。短波无线电通讯往往在耀斑爆发后的瞬间中断。对于依赖无线电通信的航空和航海来说，这无异于暴风雨中灯塔的光芒突然熄灭。2025年初的一次中等强度太阳耀斑，就曾使欧洲、亚洲部分地区的无线电短暂失灵，让航空通信和导航部门高度紧张起来。强耀斑还会让靠无线电波工作的雷达变得睁眼瞎，因为天空中充斥的射频噪声淹没了一切正常信号。在耀斑爆发的那一刻，日光侧的电离层如同被微波炉加热般剧烈翻腾，电波在其中折射失常，远距离通信顿时变得支离破碎。除了电磁干扰，太阳风暴还会向地球倾泻大量高能粒子，主要是质子和电子流。这些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骇人速度冲进地球磁场，一部分被引导到两极，深入大气层，甚至影响臭氧层的化学组成。曾有记录显示，1972年8月的一次强太阳质子事件，使大气平流层的臭氧含量持续削减了约 15%， 削弱了臭氧层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力。这提醒我们，太阳风暴带来的影响甚至延伸到生态和生物层面。当然，更直接的影响是对各类航天器和卫星的冲击。高能粒子犹如密集的子弹雨，击打着卫星电子元件，可能造成短路，损伤太阳能电池板，甚至令卫星彻底罢工。同时，太阳风暴加热了地球高层大气，让大气膨胀上涌，增大低轨道卫星所受的阻力。这种效应曾导致2022年2月 SpaceX 公司新发射的一批小型卫星过早失控陨落。平日稀薄的大气在太阳风暴期间突然变稠，硬是把卫星拖出了轨道。由此可见，当太阳风暴抵达地球，它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光影效果那么简单，而是一系列牵一发动全身的连锁反应。从绚烂极光到无线电静默，从磁场震荡到卫星坠落，一场太阳风暴就这样在地球身边翻江倒海，上演着天地较量的宏伟戏码。听起来太阳风暴威力无边，但我们不禁要问，它真的有本事让现代社会陷入黑暗吗？历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答案。早在电气时代之前，人类就已经领教过太阳风暴的威力。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去看看几次著名的太阳风暴事件，以及它们给当时的人类世界带来了怎样的震撼与冲击。1859年卡林顿事件，这一事件堪称史上纪录最强的一次太阳风暴，也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太阳活动对地球有如此剧烈的影响。1859年9月1日清晨，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德·卡林顿像往常一样在观测太阳黑子。突然，他惊讶地发现太阳表面北半球一个巨型黑子群附近闪现出2道异常明亮的白光，仿佛有人在太阳上点燃了镁光灯一般。这其实是人类首次观测到太阳耀斑的爆发。卡林顿兴奋异常，赶紧跑去找人来共同见证。但等他匆忙返回望远镜前时，那团赤白色的闪光已经消失不见了。卡林顿并不知道，他眼中这短暂一瞥，预示着一场空前的太空风暴即将扑向地球。果不其然，就在卡林顿观测到耀斑后的不到18小时里，地球的磁场接连出现剧烈异常。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磁力仪记录到离奇的磁场扰动，仅几分钟内，磁针偏转幅度大得惊人。接着，在约17小时后，
9月2日清晨，世界各地的地磁记录仪几乎同时报表，仪器的指针被超强磁场扰动推得跳出刻度，根本无法量成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一场极其猛烈的地磁风暴正在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异现象和连锁反应。那一夜，极光打破了地理的常规限制，在全球各地大肆泛滥，天空中布满红绿相间的极光帷幕，亮度之强，让很多地方在半夜也如同白昼。据记载，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甚至在夏威夷群岛这样接近赤道的低纬度地区，人们都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极光奇景。有些清晨早起的农民以为天已经亮了，开始忙活一天的农事。还有传言说，美国科罗拉多的山间，矿工们半夜被天空的红光惊醒，误以为太阳提前升起，爬起来做早餐。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面对这满天异象是何等震撼和迷惑。更直接的冲击则体现在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技术电报系统上。世界各地的电报线在地磁暴中发高烧了，强大的感应电流顺着长长的电线肆意流窜，导致线路电压剧增。结果，各国电报局的报务员们纷纷报告说，电报机开始喷射火花，有些机器甚至被烧焦融化。据说，个别报务员即使断开了电报机的电池，电线里依然流淌着来自天上的电流，足以供电报机继续收发信息，直到过载的火花让人无法操作为止。这一幕幕简直匪夷所思。谁能想到，遥远太阳的活动竟让人类辛苦架设的电网带电发疯，变成了危险的火花四溅的线路。卡林顿事件也因此成为第一次有记录的人类科技系统被太阳风暴破坏的案例。所幸当时人类社会的电气化程度还很有限，没有卫星，没有大规模电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便如此，这场风暴的震撼程度依旧令人大开眼界，它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科学家根据地质记录和其他推算认为，卡林顿事件代表着我们所知近代史上最强烈的太阳风暴强度。美国 NASA 的科学家后来估计，如果类似规模的事件在现代发生，单单第一年的经济损失就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影响之严重相当于20场卡特里娜飓风同时登陆，更别提全球大量卫星报废、无线通讯中断、区域电网瘫痪所造成的长期连锁冲击。1989年魁北克大停电事件跨越1个多世纪，时间来到20世纪末，在电气时代全面发展的背景下，一次强烈的太阳风暴终于让现代社会真正领略到了天地失序的滋味。1989年3月，一场源自太阳黑子区域的剧烈爆发朝地球袭来。当时正值寒冬，加拿大魁北克省夜间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家家户户都开足了暖气御寒。3月13日凌晨2点44分，正在熟睡的魁北克居民冷不防被寒意冻醒，家里的暖气片开始嗡嗡作响后，突然停止了工作。紧接着，眼前一片漆黑，电灯熄灭，取暖器断电，整座城市瞬间与光明和热源失去了连接。在刺骨的寒夜中，魁北克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了长达9小时的死寂黑暗。超过600万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被迫关门，通信中继站失灵，就连地铁和机场都因断电而陷入混乱。据统计，这次突如其来的断电事故直接造成全省约3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更令人费解的是，事故发生时，当地电力部门竟毫无预警，整个省的供电系统似乎在仅仅90多秒内就陡然崩溃。电网调度中心的工程师目瞪口呆，所有线路开关像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跳闸，全网瓦解，竟找不出任何常规技术故障的源头，一切恍如有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在背后捣鬼。而在魁北克停电前夜，怪事早有征兆，远在美国的纽约州、佛罗里达州等地13日凌晨前也看到了罕见的绚丽极光，把南方的天空映照得异样明亮。这本该只出现于高纬度极圈的景象，却突然降临低纬度地区，预示着地球磁场正在经历一场剧烈风暴。后来的调查证实，罪魁祸首正是几天前太阳爆发的一次猛烈 CME 撞击了地球，引发强磁暴，
并在北美地区感应出了异常强大的电流。魁北克电力公司高压输电线路中的变压器遭受了地磁感应电流的侵袭，核心部件因过载而瞬间饱和发热。为了自我保护，电网的继电保护装置在数十秒内纷纷动作，切断线路，以避免设备烧毁。然而这等于人为让电网进入休克。短短1分钟多一点的时间里，魁北克全网相继断开，陷入一片漆黑。在这次事件中，有大型变压器被彻底烧毁，需要更换，整个省电网则花了将近1天时间才完全恢复供电。这次事故成为现代史上太阳风暴导致电网瘫痪的经典案例，它让世人切身体会到太阳的威力并非危言耸听。高纬度地区的供电网络在超强磁暴面前竟如此脆弱，也正因为此，魁北克大停电被视作对全球电力行业的一次警钟。电网工程师们开始认真审视空间天气带来的潜在威胁，并着手改进电网设计，以减少未来类似灾难发生的可能。其他值得一提的事件，除了以上2个著名案例，太阳风暴曾多次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搅出大动静。例如1972年8月发生的一系列太阳风暴，据称曾令越南战争中布设在海里的水雷意外爆炸。美军埋设的磁感应水雷居然被太阳诱发的磁场扰动触发，仿佛太阳远程引爆了地球上的炸弹。1994年，一次中等太阳风暴让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通信卫星异常中断，股市交易也被迫暂停交易几小时。1998年5月，美国一颗名为银河4号的通信卫星在太阳风暴期间突然失效，导致全美约 90% 的寻呼机静音，大量电视广播中断，引发金融交易混乱和商业损失。这些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却真实地提醒我们，太阳的不经意一击足以让现代技术体系方寸大乱。历史上更近的一次强磁暴发生在2003年10月底，科学界称之为万圣节磁暴。当时太阳接连爆发出数次 X 级特大耀斑，其中一次强度甚至超过 X20 级，打破了现代观测记录。虽然后续分析认为那次风暴的威力尚不及卡林顿事件，但也已造成北欧部分电网过载停电，多颗卫星短暂失灵，航班通讯中断等诸多问题。幸运的是，地球上的基础设施在这些事件中虽然频频告急，终究没有出现全球范围的灾难性崩溃。然而，这些前车之鉴足以让我们明白，太阳风暴绝非纸上谈兵的神话，它曾多次用实际行动警示我们。我们的科技文明就像锦衣篝火跳舞的蝶蛾，一面享受着火光的温暖，一面也在冒被火星灼伤翅膀的风险。既然太阳风暴在历史上造成过电网瘫痪，那么它真的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大停电吗？许多人对此心存恐惧，仿佛一场太阳打来的超级电磁脉冲能让整个人类文明一夜之间倒退100年。让我们理性地分析一下，这种全球熄灯的末日场景到底是科幻小说般的夸张想象，还是有着科学依据的潜在危机？从理论上说，一场足够强烈的太阳风暴确实有可能对全球多个地区的电力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现代电网是高度复杂且互联的庞然大物，尤其在北美、欧洲等高纬度地区，大型高压输电网络犹如经络密布，一旦遭遇超强地磁感应电流，大量变压器同时受损，可能引发连锁故障。想象一下，如果像卡林顿事件那样的超级磁暴今天袭击地球，它导致的可能就不是一个省、一个国家的停电，而是多个国家乃至跨洲际的大范围停电。高纬度地区首当其冲，电网变压器被烧毁的话，短期内很难迅速替换恢复。而中低纬度地区虽然磁暴效应相对弱一些，但在特强风暴下也难以幸免于感应电流的冲击。如果事故发生在多个国家同时，恐怕很难迅速靠相邻支援来恢复。更可怕的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命脉远不止电网一项，通信、互联网、金融、交通、供水等等基础设施都与电力息息相关。一旦大面积长期停电，这些系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瘫痪，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将遭遇空前挑战。有专家形容，一场极端太阳风暴可能让人类文明瞬间倒退100年，
仿佛回到了没有电灯、没有计算机、没有手机的年代，只能依靠蜡烛和信鸽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说法或许夸张了一些，但也绝非无中生有的杞人忧天。科学家们早已对这一场景进行了模拟和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再来一次相当于卡林顿事件强度的太阳超级风暴，光是在美国境内可能就有数亿人口受到停电影响，首年经济损失高达1次2万亿美元，而且整个社会全面恢复正常可能需要4年至10年之久。这是因为很多关键设备，比如超高压变压器的制造和更换需要很长时间，在灾难发生后很难迅速补齐。此外，卫星系统的大范围瘫痪可能切断全球通信与导航网络，国际金融交易也会停摆，连供应链和运输都会陷入停滞。试想，卫星定位不能用了，飞机和船舶难以导航，互联网骨干网络失灵，跨洋通讯中断，银行无法运作，股票市场关闭，加油站没电供油，超市收银系统罢工，如此种种将对现代文明造成多大的冲击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极端太阳风暴与小行星撞击、超级火山喷发一起，被列为对人类社会威胁最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之一。许多国家已经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和应急预案的范畴，定期评估和演练应对。当然，全球大停电这个说法听上去过于绝对，真正到了危机关头，地球不同区域所受影响会有所差异，并非所有地方瞬间一起熄灯。例如，靠近赤道的一些地区，因地磁场结构原因，可能受到的感应电流较小，电网受损程度或许轻于高纬度地区。另外，地球自转使得太阳风暴的冲击并非同时作用在地球每一面。当日侧收到强烈冲击时，夜侧的电网可能相对平静些，尽管地磁暴最终会环绕地球传播。因此，说全球100%停电未免过于戏剧化。然而，考虑到如今世界各国电力和通信网络的广泛连结性，只要若干主要工业国家的电网倒下，基本也就等同于全球经济网络的骨架被抽空，世界将陷入功能性的黑暗。在这一点上，全球大停电更像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意指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电力中断和其连带后果，而非字面意义上地球每一处灯光都同时熄灭。科学界的共识是，发生如此规模灾难的概率虽低，但不能忽视。一些研究估计，像卡林顿事件级别的超级太阳风暴，平均每隔数十年至100-200年可能出现一次。既然人类已经在1859年经历过一次，那么在21世纪或22世纪再遇到类似事件也并非不可能。而且有记录以来我们差点中招的例子也有。2012年7月，就有一颗巨大的日冕物质抛射擦肩而过地球。当时那次爆发的威力，据分析堪比卡林顿事件，但万幸的是，爆发园区当时没对准地球，抛射的等离子体云以不到9天的时间飞过了地球轨道原本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那次风暴早发生1周，我们如今可能已经见识过现代版全球熄灯的场景了。事后 NASA 科学家感慨地称，2012年的那次浸湿是现代文明距离灾难最近的一次逃脱。然而多数公众对此却毫不知情。如果连这样擦弹而过的事件都有发生，那么未来某天正中红心击中地球也绝不是天方夜谭。综合来看，太阳风暴导致全球停电的风险虽然存在，但可以视作一种低概率高影响的事件。它像一把高悬天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平日里我们可以不必终日惶惶不安，但绝对不能因此对其掉以轻心。科学与工程界的任务，就是在可能的风险到来之前，做好充足的预案和防护，尽量把这种灾难的概率和冲击降低到最低。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看人类目前已经有哪些防范与应对太阳风暴的手段，以及当真正的太阳风暴日来临时，我们是否有能力抵挡这来自宇宙的冲击波。既然太阳风暴的威胁真实存在，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2025年会不会就是那个多事之秋。最近不少媒体提到，当前的第25太阳活动周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极盛，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在这一年面临特别高的超级风暴风险？我们先来看太阳活动的身体状况。
2019年底第25太阳周期开始以来，太阳黑子数量稳步上升。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和其他机构最初预测本轮太阳周期的强度与上一轮相当，峰值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估计月均黑子数峰值约为115左右。然而，让科学家既兴奋又紧张的是，太阳的实际表现比预测更加活跃。早在2023年初，太阳的黑子数量就一度超过了预测曲线，甚至追平了上一轮极大期的水平。这表示太阳可能正酝酿着比预期更强劲的活动峰值。果然，进入2024年后，大型黑子群频频现身， X 级耀斑的次数明显增多，彗星掠日都能引发耀斑的戏码时有上演。到了2025年上半年，太阳已可谓进入活跃亢奋期，几乎每隔几周就有中等偏强的耀斑喷发，每隔1-2个月就蹦出一个 X 级大耀斑。这些耀斑有的对着地球喷发，造成电离层短暂骚乱，有的则擦肩而过，虚惊一场。不过整体而言，太阳的活动曲线一路走高，目前看来，极大期即活动峰值大概率会出现在2025年内。值得注意的是，太阳活动峰值并不是一天内的某一刻，而通常是一个持续1-2年的高位平台期。因此2025年全年太阳都可能维持在相对发烧的活跃水准，即使偶有回落，也仍远高于宁静期的背景值。从空间天气角度看，这意味着我们正处在风险提升的阶段，强太阳风暴的概率比前些年显著提高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2025年一定会发生一场灾难性的超级风暴。这就好比进入汛期后，大洪水可能性增大，但能不能等来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仍然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太阳虽然有周期率，但单次耀斑爆发的触发仍像天气预报一样，难以精确预测。科学家至今无法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天断言，某年某月会有一场特大太阳风暴袭击地球。我们只能基于统计和当前的观测状态，给出一个风险评估。就目前来看，未来1-2年内出现中强级别太阳风暴是大概率事件，而出现卡林顿级别的超级风暴则依然是小概率事件，只是这个小概率相较太阳活动低谷时要大了一些。今年以来却有一些太阳风暴新闻引发关注。2025年春季，活跃的太阳黑子群连续喷发出数次 X 级耀斑，其中一次 X2.7 级耀斑在5月份正面朝向地球，引发了显著的地磁扰动和电离层紊乱。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恰巧在那期间出现了罕见的大范围停电。虽然事后调查尚未最终确认原因，但不少媒体猜测这次太阳风暴可能是幕后黑手之一。尽管尚存争议，这件事还是让公众见识到了太阳活动高峰期的威力苗头。连相对中等强度的耀斑 X2.7 在耀斑等级中算比较低的 X 级，都能在短时间内扰乱无线电通信，可能影响电网。那么峰值期如果冒出 X10 甚至 X20 以上的超强耀斑，又将带来怎样的考验？专家提醒，目前太阳黑子仍在不断涌现，我们必须对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可能出现的更大风暴保持警惕。这并非杞人忧天，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曾与超级风暴擦肩而过，没人敢打包票下一次一定也能如此好运。另一方面，也有科学机构为公众稳定军心，例如中国气象局空间天气中心在2025年初发布的信息称，预计2025年太阳活动仍将保持活跃，但相比2024年可能有所收敛，即爆发活动的数量和强度不会进一步飙升，而是稍微回落，但依旧处于高水平。换言之，2024年或许已经接近本周期的峰顶，2025年大概率是在峰值平台上缓慢震荡，然后准备下降。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好消息。假如2024年我们并未遭遇毁灭性的太阳风暴，那么2025年也许也能有惊无险地度过。当然，这种预测充其量是趋势判断，而非精确预报。太阳的行为偶尔很不守规矩，历史上不少大耀斑恰恰出现在太阳周期即将下行时，让人大跌眼镜。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2025年前后的太阳峰值期视为一次期中考试，地球文明将接受太阳送来的密集考题，
包括更频繁的小风暴和偶发的大风暴。我们需时刻留意，但也不必惊慌失措。科学团队正日夜监测太阳动向，各国政府和企业意在加强预案。在考验真正来临之前，我们还有宝贵的准备和缓冲时间。做好万全准备，希望最好的，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是面对未知太空天气的理性态度。正如俗话所说，未雨绸缪，方能临危不乱。下一节我们就来看看人类究竟准备了哪些招数来应对太阳风暴的挑战。面对太阳这位喜怒无常的恒星，难道人类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吗？当然不。多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直在探索各种方法，提升我们对太阳风暴的防范与应对能力。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太阳耀斑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努力降低它对地球文明的伤害。下面让我们看看人类目前都有哪些杀手锏来与太阳风暴博弈。1. 太空与地面齐瞭望，全天候监测预警。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太阳风暴最好的防御，首先是及时预警。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人类已经发射了多颗专门用于观测太阳的卫星，如 NASA 的太阳动力学天文台 SDO、帕克太阳探测器、欧洲的日地关系天文台 SOHO， 以及位于日地之间第一拉格朗日点处的 ACE 和 DSCOVER 探测卫星等等。这些太空哨兵时刻注视着太阳的脸色，他们实时监测太阳黑子的演变，拍摄太阳紫外和 X 射线影像，观测日冕物质抛射的抛出情况。一旦发现大耀斑或者高速 CME 朝向地球喷发，科学家可以在提前数小时到数天发出警报。例如，当卫星观测到太阳表面出现 X 级耀斑且伴随日冕物质抛射朝地球而来，空间天气预报中心就会向全球发布太阳风暴预警。更棒的是，在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远的太空中，有卫星直接充当前哨探测器。当太阳风暴云团逼近地球时，这些位于第一拉格朗日点、太阳引力与地球引力平衡点的探测器，如 DSCOVER， 会率先感知到高能带电粒子的抵达。它们实时测量着太阳风暴等离子体的速度、密度和磁场强度等关键数据，并在风暴正面撞上地球磁场的大约1小时之前，将数据以无线电信号传回地球。如此一来，我们等于有了大约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的最终预警时间。别小看这区区几十分钟，在应急响应中，这可能就是扭转乾坤的黄金时间窗口。地面上的预报员据此可以发出地磁暴临近警报，通知电网、电信、航天等各部门立刻进入防御状态。2. 电力系统的防护。电网作为重中之重，自然有一整套应对方案。在接收到太阳风暴预警时，各地电力公司会提高警戒级别。他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尽量减少长距离输电，以降低感应电流的作用范围，推迟敏感设备的维护和切换操作，避免让电网在风暴期间处于不稳定状态，加强对变压器等关键设备的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电流立即采取隔离措施。此外，现代电网开始安装 GIC 监测仪和阻尼装置，监测仪可以实时测量地磁感应电流的大小，让工程师了解当前磁暴对电网的影响程度。而阻尼或补偿装置，比如在变压器中性点加装电阻，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异常电流流过，从硬件上降低变压器被磁化饱和的风险。虽然完全抵消地磁感应电流并不现实，但这些改进有望将灾害程度大大减轻。打个比方，本来可能烧毁10台变压器的风暴，现在也许只能让其中1、2台出现可控损坏，其余安然无恙。更激进的防护策略也在研讨中。例如，如果提前知道一场灾难性磁暴铁定来袭，电网是否可以考虑主动部分停电以自我保护？有专家提出，在最极端情况下，宁可拉闸，先让电网睡一觉，等风暴过后再慢慢恢复通电，也好过被动等风暴把设备全烧坏，导致长期停电。这种策略听起来有些两难，主动停电会造成短期损失，但或许能避免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断电。不过，要实施主动停电，需要非常高的预判准确率和魄力，实际操作复杂且成本高昂，因此只有在极少数最危险预案中才会考虑。
总体而言，电力系统更倾向于通过增强韧性来抵御风暴，而非轻易大规模停电。各国电力公司也在增加区域间的互联互备能力，以便一处受灾时，其他区域可以支援调配电力，避免灾情扩散。3. 卫星与航天器保护。在太阳风暴预警之下，地球轨道上的众多卫星也是风险高发环节，因此运营商们有一套标准流程。当得知强烈辐射风暴将临，卫星控制中心会提前给卫星下达指令，让他们进入所谓安全模式，非必要的电子设备暂时关闭，敏感组件断电待命，以免被粒子流烧毁。一些卫星会调整姿态，用自身较耐受的一侧朝向太阳，以挡住关键部位。载人空间站则通知宇航员躲进专门加厚防护的舱断避辐射。一旦有卫星还是不幸受到干扰，发生姿态紊乱或通信中断，地面也有应急预案尝试重启或救援卫星。尽管如此，仍有部分特别老旧或缺乏防护设计的卫星可能在大风暴下提前退休。因此，航天部门也在不断改进新卫星的抗辐射设计，用更耐辐射的元器件增加冗余系统，给卫星穿上更厚实的防弹衣，来抵御太阳粒子弹雨。近年来，各国也发射了一些低成本备用卫星，以备关键卫星出故障时迅速补位。可见，为了防御太阳风暴，我们在地面和太空都筑起层层屏障，以减轻其带来的冲击。4. 航空与通信应对。太阳风暴期间，飞行在高空的飞机也可能受影响。航空公司如今对极区航线都有严格监控预案。如果探测到太阳高能粒子大量到达，航空调度会迅速调整航线，让原计划飞越北极的航班改飞低纬度绕行路线，以减少乘客和机组受辐射剂量。曾经有客机乘客在强磁暴时报告看到视野中有奇异闪光，那其实是高能粒子击中视网膜产生的尾影。因此，在风暴预警下，不少航班会刻意避开高纬高空区域。至于无线电通信部门，则会启用备用通信手段，例如风暴扰乱短波时改用卫星电话或光缆通信等。同时，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运营方也对外发出警示，提醒在风暴影响区域的用户，其定位精度可能暂时下降，必要时启用地面备用导航设施。对于那些依赖精确授时的电网和金融网络，也会采取措施暂时切换到原子钟独立计时，以免 GPS 信号中断影响运作。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关键行业在太阳风暴来袭时能够有条不紊，不至于陷入无所适从的混乱。5. 国际合作与长期工程。太阳风暴威胁是全球性的，各国在这方面也逐渐展开合作。国际上建立了空间天气预报合作机制，实时共享观测数据和预警信息。例如，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等都有各自的空间天气预报中心，但他们会互通有无，确保任何地方发现异常，都会迅速通知全球同行。联合国下属也有相应的太空天气分委会，协助各国制定标准和应急预案。在长期技术攻关上，科学家们正致力于提高太阳风暴预测能力。目前对太阳耀斑和 CME 的触发原因尚未完全掌握，预测仍然是空间天气领域最困难的部分之一。不过，随着对太阳磁场观测的改进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入，研究人员希望能提前1-2天准确预报出重大爆发事件。如果这能实现，人类将有更多宝贵的准备时间去应对灾难。各国也在积极研制新一代的太阳观测卫星和探测器。中国于2022年成功发射了夸父1号先进空间太阳天文台，全天候观测太阳磁场与耀斑，用以提升预报准确率。未来，更多类似的项目将之就一张严密的太阳监视网，让我们对太阳风暴的掌控力更上一层楼。总的说来，人类并非任凭太阳风暴宰割的弱者，正相反，我们已经建立起覆盖事前预警、事中防御、事后恢复全过程的体系，为的就是在大风暴降临时将损失降到最低。当然，再严密的准备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但至少我们有了与天搏命的一点资本。毕竟相比100多年前那次手足无措的卡林顿事件，现在的我们已经能够更早看到风暴的身影，更巧妙地削减它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与太阳风暴的博弈中已经逐渐学会掌握主动权。虽然永远无法完全消除风险，
但可以以智慧和团结来大幅度化解风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太阳，无论是它温暖的笑脸，还是偶尔暴躁的怒容，都让人类陷入深深的思索。茫茫宇宙中，太阳毫无疑问是地球最亲密的伙伴与守护神。没有太阳，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繁荣和文明诞生。但太阳偶尔的坏脾气，又在提醒着我们这颗恒星与生俱来的威严和力量。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逐渐认识太阳、利用太阳，同时学会敬畏太阳的历史。遥想远古时代，人类尚未掌握科学，对太阳只有原始的崇拜与畏惧。在神话传说中，太阳被奉为神祇，埃及人敬拜太阳神，拉华夏先民有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的故事。这些传说寄托了古人对太阳的敬畏之情。他们知道太阳赐予光明和热量，却也惧怕日食、极光等天象，以为那是天神发怒的征兆。可以说，我们的祖先早已隐约意识到太阳与地球生命息息相关，荣辱与共。只不过那时候，这种关联被披上了神秘色彩。进入科学时代，我们终于摘下神话的面纱，看清了太阳的真容。我们明白了，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核聚变反应炉，不断地将氢元素融合成氦，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学会了用公式和仪器描述太阳的行为，将它每11年的活动周期归纳得井井有条。我们甚至派出探测器飞临太阳的身旁，触摸它的高温日冕，去揭示那难解的物理谜题。人类第一次有了能力去预测太阳的动向，为自己的文明争取更多安全余量。可以说，如今我们驾驭电力、航天技术，这些现代成就本身就凝聚着对太阳馈赠能量的巧妙运用。然而，当我们正享受着科技带来的掌控感时，太阳风暴这样的现象又不断地敲打着人类的自信。一场突如其来的地磁风暴就能让卫星失灵、城市停电，顷刻之间暴露出现代文明的脆弱。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于人类自身位置的反思。或许太阳与地球文明的关系更像一只微妙的共舞。平日里，太阳温柔地牵引着地球，这支舞曲和谐而优雅，阳光照耀下万物生长。我们借助太阳能点亮万家灯火，科技与生活欣欣向荣。但有时太阳情绪激昂，舞步骤然加快，向地球抛来一记猛烈的旋转。若人类措手不及，便可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奏甩翻在地。这提醒我们，在这场宇宙之舞中，我们既是受益者，也是渺小的配角。面对太阳巨大的能量，我们永远需要保有一份敬畏之心。正如中国古语所言，敬畏自然，唯有认识到自身的渺小，我们才能更加谨慎地利用自然，规避风险，与自然和谐共处。太阳风暴不过是自然力量的冰山一角，却足以给人类社会上一堂谦逊课。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是一种善于学习和适应的生物。从卡林顿事件到魁北克大停电，每一次教训都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太阳，改进自身的防御措施。我们没有因噎废食地惧怕太阳的能量，反而利用它发明了太阳能电池，让清洁的阳光转化为电力驱动城市。我们也没有因太阳风暴的危险性就退缩不前，反而发射探测器，勇敢地飞向太阳，只为窥探更多奥秘，提前洞悉它的脾气。可以说，人类文明在与太阳的互动中不断成长。太阳既是我们的恩师，也是我们的考官，既给予我们生命之火，也不时检验我们文明之火的抗风险能力。当下一次极光在罕见的低纬度夜空中漫舞时，我们也许会驻足仰望，心中生出无限感慨。那瑰丽的光带是太阳跨越 1.5 亿公里送来的讯息，在诉说着宇宙的力量。而我们脚下闪烁的城市灯火，证明着人类不懈的奋斗与智慧。在光与暗的交织中，我们最终会更加明白，太阳与地球与文明从来不是对立的敌人，而是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视这份联系，努力让文明之光与恒星之光相辅相成，长久地照耀下去。或许某天，太阳还会再度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让地球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无论结果如何，人类终将从中获得新的智慧。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我们已经学会聆听太阳的音律，并随着那磅礴的旋律翩翩起舞。正是太阳赋予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我们理应怀着敬畏与感恩，与这颗恒星继续共同谱写生命与文明的华章。就让我们在心中默默祈愿，愿阳光普照大地时，世界欣欣向荣；愿风暴降临之际，人类守望相助。毕竟，在太阳升起又落下的永恒节奏里，我们和我们的文明都只是这浩瀚宇宙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而太阳风暴的故事终将成为我们对宇宙怀抱好奇与谦卑的一部分，共同见证着人类探索征程的壮丽与伟大。